假设火星其实是最不适合殖民的地方怎么办？最近大家都疯狂迷恋火星，但你知道他们没告诉你的是什么吗？火星简直就是个放射性皇帝，它的大气层薄得就像纸一样，几个月内你就会被宇宙射线晒焦，你基本上只能像鼹鼠一样住到地下去。而土星的卫星泰坦呢？那儿有超级大的汽油湖，火箭燃料就那样躺在湖里，而且泰坦的大气层非常厚，足够让你带着翅膀像超级英雄一样飞来飞去。有个缺点就是那里比液氮还冷，但至少你不会被辐射慢慢烤熟。虽然到火星需要9个月，到达泰坦则要4年，但泰坦可能是太阳系里除了地球之外唯一一个人类能建立永久文明的地方。咱们先来打破一些关于火星的神话，因为火星殖民的营销部门一直在加班加点的宣传。没错，火星离我们近，6到9个月的旅程听起来挺合理，但你要知道，这其实是一张让你变成宇宙辐射海绵的单程票。残酷的真相是，火星几亿年前就失去了它磁场，没有了这个隐形的屏障，火星每天都在被来自太空的致命粒子轰击。打个比方，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受地球磁场保护，所受到的辐射仍然是我们在地球表面的约150倍，而火星呢？辐射量是3倍于这个值。我们说的辐射强度，几个月内就能把你晒成癌症患者，根本不用等多少年。至于大家说的解决办法是住地下，想象一下，你花了几十亿冒着生命危险去了另外一个星球，结果却成了穴居人，你见到阳光的机会大概就和19世纪的煤矿工人差不多。还有大家说的火星大气层，它的厚度是地球的1/100，换句话说，就是像在10万英尺高空呼吸空气。连珠穆朗玛峰的山顶都能算空气浓厚的了，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火星土壤里满是叫做高氯酸盐的有毒化学物质，这些东西不仅对人类有害，还十分活跃，一不小心就能爆炸。在火星土壤里种菜，就像在化学实验室的废料堆里种花一样。现在咱们来聊聊泰坦，恐怕他现在正在嘲笑我们对火星的痴迷。首先咱们得说说那个明显的问题，寒冷。泰坦是真的冷，零下179摄氏度，比地球上任何地方都冷，冷到水会变得比花岗岩还硬。而且泰坦表面的石头其实是冻住的水冰。但记住我之前说的汽油湖，泰坦有巨大的甲烷和乙烷液态海洋，这些碳氢化合物在地球上是我们用作燃料的东西，其中最大的海克拉肯海比北美的5大湖加起来还大。所以不像在火星那样得从头制造燃料，泰坦本质上就是一个小星球那么大的加油站，这里的原材料足够支撑人类文明几千年。但最神奇的是，泰坦的大气层，它的气压是地球的1.5倍，足够厚，能有效抵挡宇宙辐射。这就像有一套覆盖整个卫星的天然宇航服。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种浓厚的大气层加上泰坦的低重力创造出的条件，让人力飞行不仅成为可能，还几乎毫不费力。你真的可以在胳膊上安上翅膀，像鸟一样到处飞。这是物理学能允许的最接近拥有超能力的事情了。咱们来聊聊为啥泰坦是工程师的梦想，而火星是工程师的噩梦。在火星，每一件设备都得加装辐射防护，这意味着它们会更重、更贵、更复杂。太阳能板会快速老化，电子设备会出故障，你的栖息地还得埋在数吨的风化层下才能保命。而在泰坦，厚厚的大气意味着着陆更平稳。记得火星登陆时那恐怖7分钟吗？任何一个环节出错，你那几十亿美元的任务就会变成一个昂贵的陨石坑。但在泰坦，你甚至可以全程用降落伞着陆，这就好比在风暴中让一片羽毛着陆和让它轻轻落入泳池的区别。泰坦的建筑潜力也惊人，低重力意味着你能建造在地球或火星上不可能建成的建筑，比如说能把塔楼建到数十公里高，跨越整个大陆的大桥，甚至是能漂浮在厚重大气中的空中城市。能源生产是另一个巨大优势。火星迫使你要么依赖效率越来越低的太阳能板，要么依赖复杂的核反应堆，而泰坦有多种选择。在那种浓厚的大气层里，分能非常有效，你甚至可能利用甲烷河流和湖泊的流动来获取能量。而且如果你想用水力发电，也不会有在火星上那种辐射暴露的问题。如果你想用核能，那儿没有火星那样的辐射问题。目前最大问题是我们根本不知道长期生活在超低重力环境下对人体生物学会造成什么影响。我们知道宇航员在失重环境下会流失骨密度和肌肉量，但泰坦的重力介于零重力和火星重力之间。在泰坦出生的孩子会正常发育吗？他们能回地球吗？他们会想要回去吗？还是说地球的重力对他们来说会重得无法承受？这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好奇，这是个根本性的问题。
一个决定我们是要建立一个人类殖民地，还是诞生一个全新人类亚种的问题。有些科学家甚至推测，在几代人之后，泰坦上的人类可能会因为完全适应环境，变成一种新物种。另一方面，这种低重力可能会带来我们还没想到的好处，医疗操作可能变得更容易，建筑工作体力要求更低，甚至基本的移动都可能变得更高效。而且那些碳氢化合物湖泊不只是燃料，它们还是整个工业文明的原材料。甲烷和乙烷可以转化为塑料、合成材料，甚至是食品前体，就像地球上完整的石化工业等着我们去收获。相比之下，在火星上，每一种资源都得从岩石中提取，在复杂的设施里加工，还得小心翼翼地定量分配。而在泰坦，这种东西就在河流里流淌，汇入比地球、地中海还大的海洋。但这还不止，泰坦可能有一个地下液态水的海洋藏在它的冰壳下面，可能比地球所有的海洋加起来还多。所以你不仅有表面的燃料，还有地下的水，就像大自然为星际文明设计了一个完美的补给站。泰坦的氮气大气层也是一大优势，氮气是地球上生命的必需元素，而它就在空气中随时可以取用。而在火星，你得从土壤里提取氮气，或者花费天文数字的成本从地球进口。这就是火星和泰坦之间的真正区别。我们说的不只是生存，而是繁荣。火星上的殖民地将会依赖地球，辐射暴露，资源有限，总是和恶劣环境做斗争。那只是生存模式，不是文明模式。每一代人都会和他们的父辈一样，为同样的问题而斗争。而泰坦提供了不一样的东西，真正独立的可能性。有了丰富的能源、原材料和天然的辐射防护，泰坦的殖民地最终可能完全自给自足。我们说的不是人类仅仅生存，而是在人类的基础上进化创新，成为比地球上的我们更强大的存在。有些科学家提出，泰坦最终可能会被改造，不是变得更像地球，而是被优化，适合在那里生活的人类。所以殖民泰坦比殖民火星更好吗？答案取决于你说的更好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想插上旗帜，说人类曾来过这里，那火星赢了，它离我们近，而且更熟悉，我们或许能在未来20年内到达那里。火星是人类成为多行星物种的第一次尝试，但如果你考虑长远，考虑人类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太空文明，泰坦就开始显得是明确的选择了。它有丰富的资源、天然的保护，还有真正独立的潜力，这些都是火星根本无法提供的。真正的真相可能是我们两者都需要。火星作为我们的训练场，作为我们的概念验证，作为我们迈向宇宙的第一步，而泰坦作为我们的目的地，在那里人类不只是在太空中生存，而是把它当成自己的家。我想让你思考一下，知道了这些，你更愿意成为火星上的开拓者，在辐射和有限资源中挣扎，还是成为泰坦上的探索者，在碳氢化合物的天空中，在液态燃料的海洋上方飞翔？